北欧皇宫，罗斯柴尔德父子二人隔了一天再次受邀来到这里，参加女皇海伦娜的宴请。霍华德早就已经迫不及待，因为他知道 AI 模型已经交接完成，海伦娜也该兑现承诺，把那半颗散血救心丹卖给自己了。说不定这顿饭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不过他心里又有些搞不明白，自己已经跟海伦娜达成约定，不当着自己儿子的面讨论丹药。如果他今晚要卖丹药给自己，时机似乎又不是太合适。至于一旁的史蒂夫，他现在对北欧皇宫已经提不起半点兴趣，他只想赶紧回纽约准备一下，然后尽快去华夏。所以这次晚宴整个人也有些心不在焉。晚宴开始之前，海伦娜给叶晨打去电话，在电话里请示道：叶先生，我稍后会和罗斯柴尔德父子共进晚餐，想问问您，要卖给霍华德·罗斯柴尔德的半颗丹药，您打算什么时候给他？如果今天不准备给他的话，我就隐晦地跟他说一下。叶晨笑道：先让他踏踏实实吃饭，我稍后就过去找你，到时候把丹药给你，顺便再见一见史蒂夫。海伦娜问：那今晚就把丹药卖给霍华德？对，叶晨道，今晚就卖给他吧，这样明天就可以让他回美国了。好的，海伦娜笑着说道，您到皇宫跟我说一声，我去见您。挂了电话，海伦娜便起身前往宴会厅。此时的罗斯柴尔德父子已经在此等候多时，眼见海伦娜还没到，史蒂夫忍不住低声问霍华德：父亲，您这里的事情应该都办得差不多了吧？打算什么时候回美国？霍华德心里有些没底，他的工作已经全部做完了， AI 模型顺利完成交付，剩下的就是海伦娜如何使用这套模型，跟自己也就没什么关系了。但问题是，自己还没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。500亿美金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再买海伦娜半颗丹药。可海伦娜迟迟不给自己一个准信儿，这让他心里多少有点忐忑。他倒也不是害怕海伦娜忽悠自己，主要是担心这件事中间再有什么变故。万一海伦娜觉得 AI 模型还要继续试运行，慢慢验收，那自己就得继续等下去。于是他便对史蒂夫说道：事情虽然办得差不多了，但我还有些合作，想跟伊利亚特女皇再聊一聊，快的话1-2天，慢的话可能还要多等些日子。史蒂夫便道：父亲，要是这里没我什么事情，我想先回纽约准备准备，然后抓紧时间启程去华夏，您看可不可以？霍华德心思立刻活动起来，虽然史蒂夫之前就表明态度，要一个人去华夏开拓业务，算是主动避嫌，让自己放心，但他现在对史蒂夫还没有100%放心。毕竟在史蒂夫还没有去华夏之前，都不能完全确定他是不是发自肺腑，万一是跟自己放个烟雾弹，这时候借口先回纽约做好布局，自己岂不就被动了？思忖片刻，霍华德便开口道：我估计我这边的事情也就这2天，我们就不必要一前一后回去了，你再陪我等2天。史蒂夫无奈，却也不好多说什么，便开口道：好的，父亲，都听您的。正说着，一身礼服端庄大气的海伦娜在老女皇的陪伴下走了进来。父子二人见此，立刻停止交谈，一齐站起身来。海伦娜提着裙摆来到二人面前，微笑说道：两位不必这么拘礼，快请坐吧。二人这才重新坐下，刚坐下来，霍华德便忍不住开口道：女皇陛下，如今合作已经基本完成，不知您这边还有什么需要再下去办的，还请尽管吩咐，待办完事情之后，在下需要先回一趟纽约，待处理完纽约的事情，再来北欧开展新一轮的投资。霍华德话说得很隐晦，但海伦娜很容易就能听出里面的潜台词，他无非就是想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兑现承诺，最好是尽快兑现，他好及早返回纽约。于是海伦娜便微笑道：我这边没什么其他需求了，罗斯柴尔德先生如果有事要回美国，明天就可以回去了。霍华德听闻这话，本能的心下一喜，觉得海伦娜这么说，想必是要兑现承诺了。
可是紧接着心里又紧跟着一阵忐忑，万一海伦娜说的就是字面意思，直接就让自己明天回去，那怎么办？毕竟关于丹药的事情，他是连一点隐晦的信息都没提及。就在霍华德吃不准海伦娜的路数，不敢随意答应的时候，海伦娜开口道：对了，霍华德先生，等晚宴过后，还请多预留一点时间。关于之前的合作，有些事情需要再跟您复盘一下，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，大概也就10几分钟，您应该方便吧？霍华德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顿时激动起来，连忙点头道：方便方便，那就好。海伦娜点点头，微笑道：届时就劳烦史蒂夫先生稍等片刻，等复盘结束之后，2位就可以回去收拾行李，准备返回美国了。史蒂夫恭敬地点头说道：一切谨遵女皇陛下吩咐。一旁的霍华德此刻心里激动无比，半颗丹药马上就要到手，自己的寿命以及身体状态肯定又能往回拉一拉。史蒂夫看到父亲表情的前后反差，心中暗忖：老爷子吃过见过，钱多的几辈子也花不完，能让他这么激动，这么失态的，估计只有叶晨的丹药了。想来叶晨肯定是让海伦娜给老爷子承诺了丹药，估计等一会海伦娜就要把丹药给他。想到这里，史蒂夫心里郁闷不已，眼看就不知道哪年才能继位，如果老爷子还能得到其他丹药，估计自己又得多等几年。史蒂夫又不禁想起叶晨之前给自己提过的醒，丹药能让老爷子延迟退位，但也能让老爷子提前退位，关键取决于丹药在谁的手里。如果将来叶晨能够断掉给老爷子的丹药供给，把丹药给到自己手里，自己也可以用丹药作为筹码，要求老爷子提前让出家主之位。毕竟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，权力和寿命的天平就会不断向着寿命倾斜，一旦打破平衡，让位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于是史蒂夫不由在心中感慨，我以后能不能当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全得看叶晨的脸色了。